好，我們持續關心這場美伊戰事哦，因為伊朗他已經放話了，他說呢要打呢，我們就奉陪到底。另外，今天就軍事面，我們會來盤點一下伊朗他這個有千枚的飛彈哦，還有中俄在這暗中暗助補血。那伊朗他也說他手上還有另外一個王牌，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討論的，就是紅海的封鎖。他說這才是殺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會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賓來特別幫我們關注。首先呢，川普說了，伊朗啊手上根本就沒有籌碼。但是剛剛我們說了，伊朗它現在其實被盤點還有上千枚的飛彈，另外就是它的地下武器庫已經全面復活了。美國有沒有做到這個戰略誤判它的戰力呢？今天我們會來做解答。第二件事情就是這背後伊朗的軍力復活有沒有中俄在這當中做這個技術上面的支援呢？第三件事情，川普要封鎖荷姆茲海峽，那伊朗就想出來了。他說呢，他要反封鎖曼德海峽加紅海的這個航線。一旦現在雙海都被卡死的話，接下來全球是不是要接盤啦？這個能源價格還有通膨的問題，接下來是不是會完全的失控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現在呢，川普最新對伊朗嗆蝦，就是說呢，他說你呀，已經手上完全沒有任何的籌碼了，宣稱說要封鎖荷姆茲海峽，奪走伊朗最後的籌碼。紐約時報就說了，一旦真的川普敢封鎖的話，國際法就會把它視為是一個戰爭的行為，而且各國針對此事不會坐視不理的。伊朗也很嗆，他說如果接下來要打仗，我們奉陪到底。如果以理性來談，我們會以理性來做相對。我們也來看到伊朗的底氣到底來自於哪裡？其實呢，《華爾街日報》在這邊做了一系列的分析，針對於伊朗現在手中握有哪一些很重要的戰力，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他特別提到，就是他擁有大量的這種關鍵打擊能力，已經進入到了戰力重組的一個模式。首先就是他的這些飛彈戰力，其實呢還潛伏在山體的深處，無人機有各種的管道可以去給它彌補上。再來就是戰前呢，大約擁有2500枚的中程飛彈，但是現在啊，其實還是很夠用的，達到了1000枚以上。部分的發射器雖然被摧毀了，但是還是有大量藏在地下的。無人機的數量雖然在下降，但是也可以從外部快速的補充。再來就是仍具備攻擊波斯灣航道、打擊美軍基地、消耗美以防空系統等等的能力。所以節目一開始也特別請教艦長了。川普原本判斷伊朗已經被打殘，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飛彈、無人機全部都來了。那麼尤其現在在停火期間嘛，艦長怎麼看現在伊朗可能會如何來補充它的一些關鍵的武器？以這樣子的一個復活的速度，接下來美軍又要面對多大的一個壓力？那艦長怎麼看？我們如果先看美軍的話啊，我們就會發現美軍這一次是精銳盡出。為什麼？因為我們看到它的這個伯克級的驅逐艦呢，它派的不是以前一般的，它已經做了性能提升了。我們看這個方框這裡面呢，也就是它已經使用的是這一個雷射武器了，也就是它不像是以前它那個位置放的是這個方陣快炮，那它現在確定的了解了這一個無人機所造成的威脅，那個位置也就是我現在所指的這個位置，它完全的也就是使用這一些雷射武器來攔截無人機。但是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是戰斧巡弋飛彈。那我們看到戰斧巡弋飛彈，美軍到底是耗用了多少？美軍要告訴我們嘛。其實除了戰斧巡弋飛彈之外，還有各種的標準飛彈，也就是防空飛彈。那美軍也沒有說這個，它到底損耗了多少？不過這就是我們要講的，伊朗的一念之仁啊，其實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擾。為什麼？因為這一次所謂的停火和談呢，其實就是讓美國有更多的機會可以進行這個彈藥轉移以及再裝填。它原來沒有的，它現在通通可以靠港，而不用像這樣子做雙艦科目直接裝填。這個是最糟糕的部分。那至於說，剛剛主持人特別要問的啊，也就是伊朗的部分，其實伊朗呢早就知道說，它沒有辦法在地面以上進行這一個所謂的這個生產線，所以其實我們來仔細看這一個生產線哦。如果我們看這個生產線，它不是無人機的生產線，因為我們從這個位置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它是彈道飛彈的生產線。它這個有窗戶嗎？
沒有，但是它有接地，它有這一個絕緣的地板。那我們這樣子研判來講，它這外面還有防爆門啊，這個就在地下。這個，所以它的這一個所有的工厂都在地下。那我們看到它其實用的機具，那大家說，那你停電呢？它其實可能用的電並不多，因為它是手搓出來的各種飛彈無人機。你看哦，它連焊接都是如此，它不是用一個機器進行焊接，它不是，它連校準都是直接用人力完成。那這也就是啊，美國最困擾的地方。我們之前看到中央司令部還特別攻擊了靠近霍姆茲海峽的這個位置啊。那這個位置正好就是剛剛講到的有關於它的地下的部分。那這裡密密麻麻的遍布的都是它的一個地下庫的飛彈，那或者是無人機的部分啊。那這一個數量呢，到底有多少？大家現在全部是猜的，沒有人有一個正確的數字。那這個也就是啊，當初這個摩薩德或 CIA 啊，沒有滲透到基層，所以呢，他對於高層呢。可一鍋端了，然後結果他對於這個基層，這到底有多少數量他不了解。我們來看啊，這是在整個地下洞庫非常清楚，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他從那個水平的運進來之後，他如何的將它吊運起垂直？那這也就是我們講到說，這個如何證明它是垂直啊？因為我們看到這一片一片的尾翼啊。它就是從山洞裡面發射出來，那這一個部分呢？那這只是一部分，因為它其實被發現的以這個地窖可以直接發射的數量非常的少。但是我們講到說它有發射器，其實也被攻擊了。那但是呢，如果我們來看發射器的話，其實綿延不絕啊，這麼多的數量，真的是覺得可以有效的遏制住伊朗的這一個他對於保衛這個他的領土的一個決心嗎？其實很難講。那也就是我們來看到他的對於無人機的部分也是這樣啊，也是滿滿的都是無人機，而且無人機的發射比彈道飛彈更簡單啊。為什麼？因為它可以用彈射，它可以直接用這一個火箭彈射出去，那它就不需要那個過於危險的暴露，而且一發射，它的這個發射器就直接的進入洞庫，洞庫裡面異常複雜，不是只有防爆門而已。所以伊朗它的一個實際的數量我們很難了解，但是美軍的伯克級驅逐艦，它也不過就是一艘96個所謂的我們講的發射單元而已，是可以算得出來的。所以這一次是給了美國一個再整補的機會。好，這個美國恐怕是沒有料到，也就是在這個停戰的期間，現在持續的伊朗在不管是它的地下庫或者是它的工廠裡面，自己持續的加速生產，不管是飛彈、無人機或者小艦長剛帶我們特別看到的它的加速器哦。那其實呢，在伊朗它加速生產的同時，我們現在看到包括了這個其他的國家運進來的武器，也成為幫助伊朗的一個關鍵。我們特別要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了。中國現在透過第三國來運轉的是它的肩射防空飛彈。再來，我們節目前幾天不是特別講到了 F-15掉下來嗎？被懷疑是說這當中是否有中國的技術在做支撐呢？這是被這個肩射飛彈給射下來的。那另外就是呢，這個軍民兩用的技術是不是中國也有幫助？還包括了火箭燃料啊、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是中國方面。那俄羅斯呢，現在是否有提供衛星的偵察跟情資，還有無人機的技術等等？再來就是現在伊朗手中不是有見證者無人機嗎？這個見證者171，據傳它是透過這種逆向工程，把這個中國大陸的美軍的這個無人機給逆向工程，所以自己做出來了這個見證者171，是這樣嗎？楊老師怎麼看？就我們談這個現在美伊的戰爭哦，以及其他各國的角色，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大家要知道，這是美國跟以色列非法的侵略戰爭。美國不是正義之師，所以沒有什麼幫助伊朗就好像是挑戰這個道德底線，或者是說在危害國際秩序。今天是川普跟內塔尼亞胡在危害國際秩序啊！而且聯合國的數據都出來，造成油價、大宗物資的高漲，會造成更多2300萬以上我們台灣人口人數更加的貧窮，面臨到就是說生活的困境。那伊朗在戰前
它跟中國、跟俄羅斯、跟許多國家都是戰略夥伴關係。它也加入到金磚組織，它也是就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然後呢，在去年以前，其實中俄伊朗都會每一年春天有一個軍事演習，海上的軍事演習就在阿曼灣的外海。那今年在2月份的時候，是俄羅斯跟伊朗，中國沒有參加。哦，大概中國的情報知道。這個以色列準備要動手，但是當他們發生戰爭之後，在這個戰爭之前，其實是戰略夥伴關係，有能源關係，而且當然也有軍購關係，還有呢就是軍售，就是一些這個情資的這個分享，那這個都是正常的。就像日本跟美國、韓國跟日本彼此之間在情報、在軍事的各個層面的安全關係。那但是戰爭發生之後哈，我覺得以美國的那個全球的情報網。其實，一直到大概是上個禮拜之前，都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出俄羅斯跟中國有在直接提供武器。但有沒有兩用物項，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兩用物項要轉化成軍事武器，那要時間，不是那麼容易。剛才我們看到小艦長所提供的那些畫面哈，那個都是伊朗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數年來累積起來、建構起來，不管是地道，不管是無人機，還是整個系統。那個都不是戰爭2月28號到現在起來突然可以增加的，但是呢，情資的方面或者是定位方面，我覺得俄羅斯是有這個角色。那為什麼在過去這3、4天，你發覺到我們這個思敏剛才提到的紐約時報啊、華爾街日報開始在報道，哇，中國有在提供這個監射飛彈，然後中國大陸駐華盛頓的大使館、駐紐約的這個大使就第一時間跳出來，沒有這回事兒。他現在美國在開始在整個在黑中國，紐約時報是猶太人掌控的，他們怕這個事情到後來整個以色列跟美國，因為現在打輸了嘛，所以呢，中國的影響力更進一步會到中東來，他們怕這個事情，因為基本上其實這幾天的整個從紐約時報相關的報道哈，而且我覺得蠻低下的。監射飛彈還要轉彎頭嗎？監射飛彈直接給你就好了嘛。監射飛彈能夠打飛機嗎？那一定要相當低空。現在美國飛機根本不敢飛進去了嘛，對不對？所以我是覺得現在它這個背後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現在你看到中國大陸的的確確哈，是伊朗反而是倒過來，伊朗願意進行停火談判的背後的支持者，甚至保證者。這個連川普都這麼講，也就是說鼓勵伊朗，記得嗎？王毅跟巴基斯坦共同發表了5點倡議，這5點倡議就希望伊朗來巴基斯坦停火談判。你其實已經贏了，不要全輸，哦，那基本上這個伊朗受創很深，但美國沒有辦法打下去，雙方坐下來談。那只不過現在第一階段我們看到的就是雙方各自在摸底線，那我們看看會不會有第2階段的前進。好，第1回合的這個美伊談判破局，現在就是期盼中國大陸會不會能夠在第2回合談判前能夠促成彼此這一次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結果。那同時間呢，我們也來看到荷姆斯海峽，現在美伊雙方都說自己掌控荷姆斯海峽，但是伊朗說了，我手上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就是曼德海峽。他說呢，可以讓胡塞組織去控制紅海的航道。那如果說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個雙海峽都被封鎖的話，對於全球本來就已經很高的，不管是油價還有通膨問題會不會直接失控？川普是不是會很擔心啊？那玉軍又怎麼看？川普會不會擔心？因為他戰略其實到他這個發展到今天，我們也搞不清他的戰略到底是什麼。他的戰略一直在改變啊。那一種說法當然就是說，美國想要發展自己的石油去外銷，讓全世界買美國的石油啊。但是川普他可能對於經濟的考量上，他缺乏了一個思考的點，就是就算美國提供更多的石油，那因為美國不可能提供100%的石油，所以只要任何一個供應商受到這個不管是終止或者是受到這個中斷，全球的油價通通都會上漲啊。那如果這樣子發生的話，我們可能就會變成第4次的中東石油危機。那前面3次呢，我們很快的看，不管是1973年、79年或1990年，它都造成美國不管是油價上漲
1個 barrel40塊錢美金，或者是這個通膨超過12%，或者失業超過了16到17%。那這個只是美國一個國家之間，那它因為美國它是有這個美元，它是國際戰備的這個資源，所以當美國自己國家內部開始失業或是通膨的時候，它會造成所有全世界貸款的問題。那貸款的問題會造成很多國家，可能是這個工業國家，它因此这個成本提高，造成全球已經不只是石油，是生活品。或者是說食品啊，就是從能源到肥料一整連串的問題哈，所以川普他自己怎麼想，我們當然不知道。但如果這一次連這個荷姆斯海峽，再加上這個曼德海峽通通被封鎖的話，超過全世界30%的石油的量造成問題。我們從過去來看，它一定會造成非常大的這個國際上的經濟上的失控啊。那對於他個人來說，會不會是一個政治的災難？在國內啊，因為川粉他是非常特殊的，川粉愛這個人不是在於愛他的政策，是愛他這個人。就是可能是一種反射，就是說我們小時候可能被人家霸凌，覺得哇，川普是一個反霸凌者，或者他就可以霸凌別人。所以政治上他個人不一定會受傷，但是共和黨應該要選舉的人應該會蠻慘的。好，謝謝玉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